老头曾性侵了10几名男孩，今天本来是要自首的，可此时派出所里忙得不可开交，一时没人顾得上他，他只能又独自离开了。不料第2天老头就被发现，已经吊死在了家里。随后警察在桌子上找到了一封信，却不是遗嘱，而是某人指责他抚摸自己的身体，并表达了不可原谅，署名则是永强，同时信上还用不同笔迹写了 I am sorry。据此，警察推断老头收到信后，也许是因愧疚而自杀，但也有可能是永强下的手。随后警方就梳理起了案情，发现老头竟是著名高校的退休英语教师，而那封指责遭受虐待的信好似是他的学生写的，因此不论老头是怎么死的，都应该先找到写信人。然而永强只是一个名字，没有信根本无从查起。最后警方决定先去学校打探一下，而当校长看到那封信后，也是满脸震惊，但也声明我在这工作9年了，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事。接着在警察的询问下，他表示死者在我来之前就退休了，但发现他很受尊重。可即便如此，因为永强提出了一些严重指控，所以警察必须找到他。对此校长也只是口头承诺尽力帮忙，当然警察也不能光指望校长。接着他们又动用私人关系来找了好友兼校董事会成员，而他还上过死者的英语课。随后在2人的询问下，他表示死者有点毛手毛脚，在戏剧排练后会拥抱学生，并且也曾试图拥抱我，因为我看起来好欺负。他先是按摩我的肩部，说是为了让我放松，但其实并没有，所以他试着摩擦我其他部位，不过我拒绝了。可我也没报警，因为即使报了我也掀不起什么风浪。然后警察就问起了永强，而男人果然记得。接着警察就让他登录校内网，查出永强的信息，可他也不能出卖母校呀。于是警察就进行了劝解，并承诺为他保密。最终男人答应出手相助，向警方提供了一份近30年的校友录，同时提醒可以先从戏剧俱乐部开始查找，这可是帮了大忙。就这样警方成功找到了永强，然后就向他出示了那封信，整得永强还以为被老师举报了，顿时激动地大喊我没撒谎。但警察首先要确定信是不是他写的，都这样了，永强当然承认了，可也做了解释，称是我的治疗师让这样做的，把心里话说出来才不至于压抑，否则会产生心魔的。不成想警察接着告诉他老师死了，而你的信就在尸体旁，我们正在等验尸报告。听到这永强终于明白了，立即大喊我没杀他，虽然我这么想过，因为他对我的伤害让我没法跟女朋友长期相处，还让我染上了毒瘾。不过警察选择了相信永强，明言老师如果是个职业恋童癖，肯定不止一个受害人，希望他想想还有谁，如果能和那些人谈谈，就可以了解真相了。而恰巧永强也正在联络同病相怜的老同学们，就这样他带着警察把受到侵害的同学聚集了起来。但起初同学们都羞于启齿，直到警察开导对施虐行为保密，并不能让你释怀，才终于有人开口。可不料只说了几句，就有人仍不想面对，甩手走人了。显然这不是一个好的开始，不过永强还是 hold 住了场面，引导其他人说出了遭遇。可令警察没想到的是，有人说被别的老师强奸过，并把淋病传染给了我，但不幸的是那个老师已经死了。还有人也遭到了另外老师的猥亵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法医突然传来了消息，证实上吊的老师是自杀，所以现在没必要寻找凶手了。但不成想，这时又赶来了几名同学，竟全都是受害者。而看到有这么多人后，警察决定继续调查下去，不是为了命案，而是要为这些受害者发声。结果这一查竟发现，学校性虐待居然持续了30年，有10几个受害者，并且人数还在增加，至少有4名老师是连环施虐者。可检察官当即冷静地打断，表示这些案子都已过了诉讼时效，不能起诉了。然而既然警察来找他，肯定是有想法的，他只好洗耳恭听。接着警察解释，这样系统性的虐待，学校管理层不知情的可能性极低。但不幸的是，前任校长和其中2人早已过世，只剩一个前几年还在教学，所以他的虐待行为还在诉讼时效内。可检察官仍是不看好，因为他了解这样的名校都有偏狭的桎梏，一种保密和自保的文化，想打垮他们并不是那么简单。而事情果然像检察官猜测的一样，当警察找到这位存世的老师时，他已经老糊涂了，面对警察的提问全都是答非所问，根本不适合对他提起诉讼了。可谁知就在警察一筹莫展之际，突然一个老头的登门改变了这一切。他居然也是一名学校的退休教师。王老师由于和许多学生还有联系，因此听说警方正在调查一些事情，所以他就来了。接着问有人说出我的名字吗？这倒把警察搞懵了，赶紧问有你吗？ I had sex with students, older students, too, and I was physically affectionate with a third. 居然这么坦诚，警察经过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，赶紧继续追问。王老师这才接着说，我来不是忏悔的，我们没有做错什么，我们的关系是温暖的、自发的，充满关怀。可警察不认同，那明明就是侵害未成年，并嘲讽老师，你是知道过了诉讼时效才来坦白的吧？哪知王老师却反驳，我不是要逃避责任，只是我的行为可能产生了我没有预见的后果。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个觉得我伤害了他们，也许来找我对峙会好一点，或通过你们转达他们的愤怒。显然王老师还是很负责的，但警察接着问出了关键问题，就是学校知道不？结果王老师当即否定了，毕竟当年没人出柜，那会让年轻人觉得耻辱。不料警察又问，你知道其他老师的事不？并列举了已查到的那几人。结果王老师还是不知，并且很自责，学生被虐待，我却没发现，没能帮助他们。看得出这真是一位关心学生的好老师。对此受虐的几人也证实，
他真的是为大家喜欢的好老师。即使警察说出他自己都认罪了，和学生发生过关系，但永强却表示我和25人谈过，没有人说他不好。不过警察觉得学校可能知道，其他人也赞同，哪知检察官却泼冷水，表明无法立案，毕竟有的施虐者已经死了，而活着的又没证据，整得永强很是难以咽下这口气。对此，检察官只能说那只有起诉学校了，可前提是他们知道并掩盖。不料玉田突然开口，称学校知道，因为我爸告诉他们了。就在我得了淋病后，我爸就开始怀疑老师了，然后他就直接去了学校找校长对质。但当检察官要求他爸作证时，结果老人已去世了，这下警方也难办了。见状，他们也不奢求起诉了，只要学校道个歉就行了。对此，警察也支持。然而，检察官又提醒，道歉就意味着认罪，学校将面临责任索赔，所以这并不容易。但是大家都不愿意放弃，坚持必须反击。就这样，检察官不得不同意了。而目前打败学校的唯一手段就是，只要证明学校收到指控但未报警，并继续阻止虐待事件的曝光就行了。然而现在非常不利的是，所有涉及到的证人全都去世了。不过这时其他人有了发现，通过校友录得知，9年前学校曾给强奸玉田的老师举办了欢送会，但问题是他还不到60岁。结果大家立马猜到，肯定是学校知道了，所以逼他提前退休。而接下来又发生了怪事，2个月后，这名叫广坤的老师又被一所特许学校录用了。因此那所特许学校或许知道点什么，可能成为证据。而据特许学校校长介绍，广坤是被原学校强烈推荐来的，我们当时求之不得，但他来到这里1个月后，我就解雇了他。而这就是警察想知道的。结果校长称听到了男更衣室里有声音，走进去看到他和一个8年级男孩距离很近，虽然什么也没发生，但我感觉不太好，就给原学校校长打去了电话。哪知是他的秘书回复了我，说私底下告诉你，凭直觉判断。于是当天我就开除了广坤。至此警察也听明白了，然后就要走了那封推荐信，这可以证明学校知道广坤的行为。随后据此，警察成功拿到了传票，并来到学校一一传唤了校长、校长的秘书以及固执的董事会主席。接着就这样开庭了。检察官首先质问了校长推荐信的事，可校长竟否认和广坤共过事，却表示他的声誉很好。但检察官直接揭穿那是个性虐待者。不料校长又大喊我一无所知，我那时才刚上任。哪知检察官立即嘲讽，素未谋面你就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。接着又问董事会中有没有人告诉你，玉田的父亲找过学校投诉过性侵。对此校长又否认了，反正打死他也不能承认。接着轮到倔强的董事会主席了，他称广坤教过我儿子，他看起来尽职尽责，那为啥广坤被迫提前退休呢？对此主席就不知道了。哪知检察官有广坤的人事档案，上面记录他的退休得到了经济补偿，不知原因是什么。而这主席无法解释，只能拿公务繁忙无暇顾及当借口。可检察官并不打算就此罢手，接着提出了玉田爸曾举报过，可主席还是不知道不相信，逼得检察官只能使出杀手锏了，那就是让玉田出庭作证。却不料刚才还在等候的玉田竟不见了，这下可不妙了。警察赶紧去找，结果竟从房间里走出了一名小姐姐。玉田因为嗑药嫖妓而陷入了昏迷，这样她的可信度就大打折扣了。陪审团是不会相信的，警方只能另想办法了。而想着想着，检察官决定反着来，不是王老师认为和男生发生关系是温暖有爱不可耻吗？那就争辩支持他的观点，只要成功了就证明学校存在这种情况。可这让警察一时难以接受。 So we're going to argue that raping boys is morally acceptable. Raping boys? Tompkins said that it was loving, consensual sex. Lose the battle, win the war. 这其实也是无奈之举。随后王老师在法庭上又表达了自己的观点。At the time, I felt relationships between teachers and older students were not necessarily wrong if one's heart was in it. Maybe I was naive. I didn't mean to hurt anyone. 然后检察官就借机问，这种师生关系在学校普遍吗？王老师则给予了肯定。不料校方律师当即反驳，难道这种事情不可耻吗？王老师当然不觉得。于是律师又质问，你每次和学生发生关系都公开宣布吗？当然没有。结果律师又逼问，你不是说不可耻吗？可这是私事。但律师就是要判定这其实是谬论，还质疑检察官。哪知检察官正好借机阐明，王老师的态度恰好证明这种事在学校曾经很流行，不然如何解释这么多未报告的师生性接触事件？不料法官也裁决这很可耻，驳回了王老师的证言。就这样检方又失败了，而主席也得意地宣布，学校很快就会发公告，声明王老师是害群之马，与学校无关，并直言就是找他当替罪羊。谁让他当庭承认了呢？就这样公告一经发出，学校又完美免责了，这让警察的情绪瞬间跌入了低谷，想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咋就这么难呢？却不料这时学校的公告竟反为警方胜诉带来了曙光。一名校友看到后来到了派出所，警察刚为不能起诉王老师而道歉，不料男人居然是来证明他无罪的，这倒让警察疑惑了。随后男人解释，我从6岁起就知道自己是同性恋，一直过得很艰难，是王老师让我知道那也没关系。可据警方了解，很多校友都很介意的，哪知男人相信他们肯定不是对王老师。接着又提到了可恶的广坤，声称他发现了我和王老师的关系，可能是我看起来好欺负，他就来找我，非要接近我，然后我就把广坤的企图告诉了妈妈，而他给学校写了一封投诉信。结果一听这话，警察的眼睛顿时亮了，想知道有没有信的副本，当然没有了。哪知警察刚感到失望，男人又大喘气表示我看过学校的回信，
是董事会主席回复的，这也是关键证据啊。而幸运的是，这封信男人还保存着。随后警察就拿着信来找了主席，当面朗读了上面的内容，证实董事会知道学校有性侵学生的行为，并且严明你如果说不知道这起投诉，就是犯了伪证罪。不料主席又装作才想起来，但仍坚称广坤不是性侵犯。可谁知就在这时，本森意外看到了他的全家福，发现主席的儿子竟有点面熟，于是向他确定了下。而既然提到了儿子，主席也正好拿他佐证，称儿子告诉我说投诉者是个爱哭鬼，还有我儿子就在广坤教的班上，如果老师是性侵犯，我难道还会把儿子留在那里吗？但本森不这么认为，接着问出了他的住处，然后就一起找了过去，哪知儿子竟就是在受害者集会上，不想面对甩手走的那一个。但警察一看就有事，随后就问起了他关于广坤的事，不料男孩竟不记得了。于是警察点名是关于性侵的事，哪知男孩表示那不是真的。可警察不信，反问那你为什么那晚去了聚会？但男孩还想搪塞，然而警察却看出当着父亲面他不好说，于是又改口问起了他的生活。结果得知男孩自己住这里，以写歌为生，但却从未发表过。不料这种行为顿时惹恼了主席，想赶警察走。然而警察已看穿了一切，质问你对儿子很失望吧？他没有加入家族企业，写着没有人会唱的歌，也不住家里。结果气得主席反问关你们什么事？哪知警察已猜到这是广坤导致的，这就与我们有关了。可主席仍咬牙不承认，但警察不再搭理他，反而转身问起了儿子广坤有没有强奸学生。而父亲还想控制他说不，结果儿子再也忍不了了，第一次顶撞了父亲，斥责你只为了保住学校的名声，然后就再也无所顾忌，隐晦表达了自己也被广坤性侵了，并把一腔怒气全发泄到了父亲身上，责怪他一点不关心自己。这下可把老头打击得不轻，他呕心沥血一辈子为了学校，不料今天全被儿子毁了。而警方这下也终于有了证据，学校不得不低头妥协，开启了疗愈过程，把受害者全都请了过来。首先校长做了深刻反省，接着主席上台，艰难的保证会对犯错的人展开彻底调查，最后也终于代表学校道了歉。永强他们终于得到了想要的结果，相信不久的将来会解开心结，走出这片阴影的。